这个影片会带各位跑一次 Skyweaver 的新手教学，顺便介绍一些游戏特色，还有一些规则。基于这个游戏目前还是全英文，那就顺便帮英文不好的朋友讲解一些关键词跟效果。好的，那我们马上来看 Tutorial 第一关。Welcome to Sky. This is your hero. This is the opponent's hero. I am at your service. Defeat the opponent's hero to win this match. 好，简单来说就是把对面干掉，零血就赢了，一直抽牌、出卡，跟其他卡牌游戏一样。Let's draw some. 然后你的角色上面有绿色框框的才能动。指到对方的时候，你可以先看一下效果，就是谁扣多少滴，谁会不会死，会不会被什么效果挡掉了。就是你指上去之后，先不要放掉滑鼠，或是不要放掉你的手指啊，就可以看到你打下去的效果。然后左下这个就是你目前的 mana 啊，目前的魔啊，就是俗称的费用，就是你现在还有多少，然后你的满是多少。那出牌呢，就是把牌拉出来。那你要看到场地有发亮，圆圆的发亮，表示有出到。如果出不了牌的，请先确定你有丢到发亮它才会跑出来。然后生物刚丢进来的时候，它是睡着的，要下一回合才能动。那这个游戏当然也有卡片是直接丢进来就马上可以用的，可是不多哦，就是稍微知道一下，一进来会先睡觉这样子。那右下角按 Enter 就是结束这回合。真正跟人家对战的时候，其实右下角这个地方是会烧线的，就跟炉石一样会烧线，就是你有一个限制的时间，要把你的动作都做完。OK， 那剩下不重要的部分就快速把它跳过去。好，这边每回合加1，好，就是刚刚讲过的加1。好，那这边讲一下目的啊，目的就是死了之后，从这边可以看到你死掉的单位。好，这边上面亮的部分表示，这是目的死掉的单位。有一些卡牌会用到你目的里面的尸体啊，某些单位、某些属性之类的，可以从这边点开来看。那如果有一个很特殊的东西叫 Dust， 就是移除游戏的话，它一样在这边看到，只是它是黑色的，就是暗色系的。这个稍微知道一下就可以了。好的，那这边就结束第一关。每一场比赛之后，不管输还是赢，还是训练，都会给你经验值。那靠卡片，应该说拿卡片，每升级之后呢，就会拿到一些卡片。那我们的 base card 就是从这边来的，也就是说升级你就会慢慢收集所有的卡片。那当然初期15等以前还会解锁职业，还会解锁其他职业。按这个绿色的就会直接进到下一个 tutorial 我们不用再出去再进来，其实就按3次而已啦，很快就没了。Welcome back, Skyweaver. Ready for another match? 好，这是给你4张卡，然后接下来他会跟你说，每一张卡都是独一无二的。好，所以每次出之前要你 read 要你看清楚上面长什么样子啊，因为通常不太可能背起来啊，所以我每次看一下，每次别人出一张牌，我就会稍微看一下，因为牌实在太多了。稍微讲一下，这个游戏总共有5个属性，每个属性有100张牌，然后都是独一无二，所以总共有500张牌。所以建议是每一张牌出之前都稍微看清楚它上面写什么东西。别人出的也看一下，多认识一张是一张。好，那这个看到蓝色框框的这个，叫做 guard， 那我都把它叫做守护。简单来说，就是你只要没有干掉这张牌，就不能打到对面的头。那注意一下，就是如果有其他生物的话，它是可以打到的。有蓝色这张 guard， 只是打不到对面的头，打其他生物还是 OK 的。OK， 这是 guard 守护。OK， 那接下来你的卡片生命值被蓝色圈圈圈起来了，这个叫做 armor 就是
每任何伤害，包含物理伤害跟法术伤害，打它都会少1滴，也就是说我攻击力2，我只会扣它1滴血。好，这是手，这是 armor。好，那对面这张眼睛打叉的叫做 stealth， 简单来说就是潜伏。你还没有打到对方头之前是打不到他的，物理伤害是打不到他的，可是法术伤害是打得到他的。OK， 你看打到他的头就可以摸到这只单位。那要注意是这一回合可以摸到这只单位，下一回合他又潜伏了。好，这是潜伏 stealth。好，那这张这个黑紫色攻击效果的叫做 Wither， 简单来说我都把它称之为血攻，血除攻击力。这个东西打到了单位，它比如说它攻击力是3，那被打到的单位攻击力就会减少3。好，这是一个防守很重要的一个属性，就是对面铺满场的时候，你又没有解牌的时候，出这个东西通常可以有效防止对方的进攻。这是血攻 Wither。你看那个大象马上变白痴，马上变成02的废物。OK， 那血攻只能对单位有效，对英雄是没有效的。好，那这张有这个紫灯燃烧效果的，这个叫做 Life Steal， 就是偷血。这个东西打到对方的头，打生物没有用哦，打到对方的头的话，打多少，它就会给你的英雄多少血，这是偷血。OK， 那这个卡片上面有金粉，指上去是一个旗子的，叫做 banner。那 banner 一出来的话，只要它这个东西还在场上，那你的英雄攻击力就会加1。哦，也就是说你手上有3只金粉，你攻击就会加3。好，这是 banner。好，那顺便触发一下刚刚没有讲到的吸血啊，吸血长这样。好，那这边注意一下，如果你拿你的头去撞对面的偷血的单位，你的血一样会被吸走哦，要注意一下。好，这关结束了，很快复习一下这一个教学讲的效果。有守护的 guard， 伤害减1的盾 shield， 潜伏 stealth， 血攻 wither， 吸血的 life steal， 还有英雄加1攻击的 banner， 总共是有这些效果。好的，那第3个新手教学要讲的是这个游戏的蛮大一个特色，叫做法术跟附魔。很多角色有一些会在身上会有一张卡片，一个六角形的卡片。这就是他的附魔或者法术。那怎么用呢？就是把这个东西拉到跟丢角色一样，把它拉到场上，然后场上圆形的这个东西发光，放掉，它就会施展这个法术。那每个人呢，一开始都会出现这张 Mana Flask。Mana Flask 就是魔力瓶。那我是先手的话呢，我可以加2滴魔；那我是后手的话呢，可以加1滴魔。也就是说，每个人一开始都可以跳到3费。你要出一张3费的牌，还是你要出3个1跟2，都是 OK 的啊，也就是俗称的跳费。好，那版面上有 Death 这个字，表示他死了会触发这个效果。像这个石头就是死了之后，它会召唤一只 Zombie。它会召唤一只僵尸，好，这是 Death。死掉之后会触发什么事？好 ，Death。好，那这个 Summon 就是召唤，那其实它跟 Play 差不多，等一下会讲到 Play。Summon 这个东西就是跳出来的时候会召唤什么东西，或者是召唤的时候会做什么事，好，就是 Summon。这个其实很不重要，看一下就好。好，那这张就是法术了，所有卡片就分 Unit 单位跟 Spell 法术啊，单一张法术长这样。好，丢出去马上有效果，然后直接进墓地啊，就是法术。好，那这个就是刚刚讲到的 Death， 死掉之后会触发。好，刚刚那个石头死掉之后会召唤一只僵尸啊，所以召唤一只僵尸就是刚刚讲的 Death。好，那这个有翅膀的叫做 Glory 荣耀。好，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单位如果摸到对面的头，摸到大将的头了啊，就会触发后面的效果。像这一只就是，如果他摸到对面的头的话，他会加 Guard 跟 Banner， 好，它会有守护跟 Banner 的效果。好，这是 Glory， 就是摸到对方的头会触发后面的效果。
然后有一些单位呢，它身上就有六角形，也就是这个单位它自带法术啊，那跟刚刚一开始那个 Mana Flask 一样，丢出来就马上用。那这些东西当然是有费用的，像这就是一费啊，一样会扣你最大费用。好，所以用法术 Mana 也是要够，法术也会是有效果的，也会有 Wizard， 也会扣对方攻击。如果有 Life Steal 一样会偷血啊，法术也是可以带有效果的。OK， 那顺便触发一下刚刚那个荣耀 Glory， 好，只要一打下打到大将的头，打到对方的头，啊，就马上触发效果，哦，是 Glory。好，在这边讲一个很惨的情况，就是如果你的角色有自己带法术，可是呢，他在使用之前，这个法术被其他附魔覆盖掉啊，甚至这只角色死掉，那个法术就直接消失了啊，这是很惨的情况。啊，有时候可以多多利用这一点，也就是说，身上有带有法术的，建议就先解掉啊，这样就是对方会少一个选择。好，那这个东西比较抽象，叫做 Inspire， 中文翻作触发、启发。那就是当后面有这个东西的时候，它就会触发效果，有点抽象。像这个 Inspire Light， 就是你之后有使用光的卡片的话，就会触发后面的效果。这个稍微写的抽象一点点，就稍微知道一下就好，叫 Inspire。好，那这个叫 Sunrise， 就是日出，也就是每一次回合开始的时候，也就是说对面结束打完，换你只要这只还在，就会触发这个效果，叫 Sunrise， 日出的时候 Sunrise。好，那日出的相反就是日落 ，Sunset 就是我的回合结束之后，只要符合某些条件啊，就会触发 Sunset， 就是回合结束的时候就会触发。好，我的回合开始日出了，所以它符合条件，所以他自己打英雄2滴。然后刚刚那只金鱼啊，因为日落了啊，所以它触发条件变成守护，所以它跑到最右边去啊，这是日落跟日出。然后呢，有一些法术像这一张啊，它会有 Banner 的效果。那 Banner 就是刚刚讲的撒金粉，就是你的英雄会加1滴攻击力啊。不过如果你是法术的话呢，因为它出现一下就不见了，所以它只有这一回合会加1，下一回合就会减1。好，这是法术里面的 Banner。好，那这张结束了，简单复习一下这张讲了什么，法术怎么用，多少费用，怎么跳费，法术也会有偷血、血攻、Banner， 然后小心法术跟附魔被覆盖，甚至你会带着法术死去。然后有哪一些效果？死亡会触发 Death， 召唤出来会做什么东西啊？或者是召唤什么东西出来的 Summon， 摸到对面大将的头就会触发的荣耀 Glory， 符合特定条件的 Inspire， 然后 Sunset、Sunrise 日落跟日出啊，这是这一章讲的一些重点。好的，那最后一个练习就正式来了。第一个教各位怎么抓牌啊，每一场一开始呢会有7张牌在你面前，那接下来你要选4张作为你的开场，选4张作为你的开场。那如果你今天不知道要选什么卡怎么办？那基本上它会有提示告诉你，会有蓝色框框标起来，会告诉你建议选这些卡开场，它会有一些建议。OK， 而且它还蛮贴心的，就是你选了某一些不一样的牌，它的蓝色框框是会变的啊，也就是说你选 A、B， 那 C、D 亮的那个卡片可能不一样，也就是说符合前面那2张的搭配的牌，它会去做变更啊，还算是蛮贴心的设计。好，那当然不能想那么久，实际开始打的时候会烧线的啊，所以这个要练习抓一下。好，这是一开始抓牌的部分。好，那看到这张上面就写 draw 就是从你的 deck 里面抽出这张牌，抽出它符合条件的牌。那如果没有符合条件的牌，那就会扣你的英雄1滴血，因为你总牌数比人家多了嘛啊，所以扣你1滴血作为惩罚。像这个抽2张水，可是你里面没有任何一张水，那抽2张你就扣2滴血。好，这是 draw。那相较于 draw 呢，有另外一个效果叫 conjure。好 ，conjure 有些牌会有 conjure。conjure 的话就是直接变出来 ，conjure 就是直接变出来，跟 draw 不一样。跟 draw 是抽 deck 里面的牌，如果今天是 conjure 啊，就会直接变出不在你 deck 里面的随机一张牌出来。好，这是 draw 跟 conjure 的差别。好，
好，那这是一个很常见的附魔，叫做 shield， 雾盾。雾盾就是免疫一次物理伤害，也就是说它被下一个东西撞会扣0，啊，对面还是扣一样的血。好，这是雾盾。好，那当然雾盾，也就是说魔法是通的啊，也就是说他现在只有1滴血，我只要魔法扣1滴血，他还是会死。好，这是雾盾。OK， 指上去就看到效果，雾盾。好，打下去我被偷血，他没扣血，然后雾盾消失。好，雾盾。好，那这个状态是一个 debuff 效果，叫做冻伤。冻伤的话呢，就是你受到了攻击多2点。好，我是攻击1，我打你会变3点啊，这是冻伤。好，那今天有 debuff 效果的话，可以拔除。像这个冻伤，它上面就写4，也就是说，如果你花费4滴魔的话，就可以把冻伤解除。这是冻伤 Frostbite。然后刚刚讲过了，法术也会有效果。好，那有 Life Steal 偷血的法术呢，偷血要打在头上嘛，啊，所以这个东西如果打在头上，一样会有吸血效果。好 ，Life Steal。好，那接下来这个是点燃啊 ，Flames 就是给他这个状态，然后呢，他日出的时候，他会自己扣2滴血啊，早上就会醒来就会被太阳烧啊，减2滴血 ，Flames。好，像这样点燃就不见了，扣2滴。好，那这个叫 Barrier 啊，就是相较于刚刚的雾盾，这是魔盾，也就是说魔法伤害它可以免疫1次。那当然，相反的物理伤害它还是会照样承受。哦，这是魔盾 Barrier。好，那这个 debuff 叫做 Hex 魔幻化，它就是日落的时候会扣6滴血。好，也就是说你只能活过这个晚上了。好，叫 Hex。那当然拔除它还是 OK 的。好，就是6费拔除 Hex。好，接下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好，就是点你的头像可以跟人家说 GG， 可以嘲讽对面啊，这是很重要的重点啊，不是很重要的重点，其实是这个啦，就是简单来说，今天你有 debuff 的单位，那你可以用其他的附魔去覆盖它，也就是说啊，我今天比如说这一只给盾哥啊，它的效果是出来的时候可以给某个单位雾盾 shield。那这个冻伤的这个冰山美人，如果我指向给他的话呢，他的冻伤就会自动被拔除啊。原本是花4费拔除的，可他现在被下一个东西覆盖的话，它等于自动花了4费啊被拔除，然后自动上了雾盾啊，也就是说 debuff 变 buff， 所以可以覆盖附魔这件事情啊，是我觉得非常要注意的事情，就是今天 debuff 来了，那我要手动拔除它，还是我用其他东西覆盖它？对面有 buff， 那我是要把它干掉，还是我用 debuff 去弄它就好了？其实这是一个蛮进阶的技巧。好的，那新手教学最后一章也结束了啊。那这章讲了起手抓牌，然后 draw 跟 conjure 的差别，还有一些常见的 buff 跟 debuff 的效果，哦，还有怎么样跟对面讲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附魔之间可以覆盖这件事情。好，那在这边再补充几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些效果，比较重要的一些附魔。第一个 chance 锁链，锁链这个东西呢，就是附魔或者是法术被盖掉，也就是说你今天有自己带法术或是附魔的，有这个东西就是直接盖掉，直接消失，这是 chance。那第二个叫做 silence 叫做沉默，它上面写的描述是 non-trait， 也就是说不是附魔的其他效果消失，也就是包含死了触发什么，或者怎么样触发什么 trigger 之类的东西都会消失。举个例子这是一个2费的 Burning Blade 是一个火狐狸，那它有在一个附魔叫 Quest 是
我今天只要 Glory， 我只要打到头的话呢，我就会抽一张卡，而且这个带 Glory 的这个东西会加1+1，它会从32变成43，而且这个东西就会不见，这是 Quest 的效果。然后呢，它的另外一个效果是 Death， 死掉的话，它会把火刀这个东西送给你的英雄，它会送你一把火刀。那今天如果我是用 Chance 去打它的话呢，请问会发生什么事？ Chance 会覆盖这个 Quest， 也就是说它的 Quest 会消失，打到我的头，打到我的头不会加1+1，也不会抽一张，这是 Chance 的效果。那如果今天我是 Silence 呢，会发生什么事呢？ Silence 会跑到这个 Quest 这边，然后呢，他死了之后呢，不会给他英雄火刀。可是他既然 Silence 都跑到这边了， Quest 也不见了，所以也就是说 Silence 这个东西是很明显比 Chance 强很多的，因为 Silence 进来的时候就把 Quest 盖掉，而且下面这个死了也不会触发。这是 Chance 跟 Silence 的部分。好，那接下来呢，讲这个叫 Shroud Shroud， 我不知道怎么念，简单来说就是风盾，躲在风里面，法术指定不到，法术指定不到有这个状态的角色，然后 Sunrise 日出的时候移除这个效果，也就是说日出的时候消失，也就是说只有这一回合会这样子，全体法术还是会中，因为全体法术不用指定嘛，那用人装它也会中。好，拿这个青蛙来举例好了。那这个青蛙叫 Skip， 还有 Shred 的这个效果。那它是潜伏的，还是 Stealth 的？然后它的效果是 Glory， 摸到头的时候回到你的手上，回到你的手上。这是一出场潜伏，然后又有风盾，除非你打得到对手的头，或者用全体法术炸死他，不然他这个东西只要摸到你的头，又回到那个人的手上了，这很讨厌的，某个游戏也有的，潜伏青蛙潜伏青蛙。好，那这个叫 Lead 金刚不坏之身虽然还是会坏啦，这个效果不能被拔除或者覆盖，然后呢，这个附魔的角色也不会被 Dust，Dust 就是移除游戏就是刚刚有讲的，就是墓碑里面不能使用的单位，黑灰色那个单位 Dust，有了这个状态，没有办法被其他附魔覆盖，而且也不会被 Dust。 好，那这个金刚不坏之身再讲个例子。好，比如说这只猫叫 Nico， 它有 Lead， 还有 Lead， 所以呢我不能给它任何 debuff。 比如说我用 Chance 打它，因为它不能被拔除，所以 Chance 没屁用。我今天用 Silence 打它它也不会，因为也不会被拔除所以它的下面这个也不会被盖掉这是金刚不坏之身 Lead。 那 Lead 就天下无敌嘛？当然不是，因为它不是魔盾也不是物盾嘛，我用法术伤害射它还是用物理伤害打它，还是会给它伤害的这是 Lead。 以上是我觉得还蛮重要，然后刚刚没有提到的 debuff 跟 buff 效果。好的，感谢各位耐心看到这边，希望这个影片能够给还在观望的各位一些想法，然后给正在玩但是不太了解的人一些指点跟帮助。希望这款游戏可以越来越好，大家一起冲前500拿金卡吧！